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史无前例的资料外泄事件。中共的防火长城，全球最庞大的网络审查工程，居然在9月11号出现了相当于911的灾难级泄密。这次外泄的资料量高达600GB，里面不只是源码，还有内部文件、工作日志和机密通信。换句话说，中共防火墙怎么建、怎么监控、怎么出口卖给别的国家，全都摊在阳光下。泄密的主角是谁呢？他不是什么无名骇客，而是来自中国国内防火长城研发核心的技术力量机智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还有中国科学院旗下的一个实验室，叫 MESA 实验室。他们不只参与了中国境内新疆、江苏、福建等地政府构建省级网络封锁工程，还把这些审查技术打包外销，在中共“一带一路”框架下送往世界各地，包括哈萨克斯坦、缅甸、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甚至还有一个只以代号 A24 出现的神秘国家。说到这里，一个名字不能不提，方斌兴。他有一个外号，你可能听说过，叫防火长城之父。早在2008年，方斌兴就在中国成立了专门做网络内容审查的国家工程实验室。之后，2012年转至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后来，这个实验室的部分人员组成了 MESA 技术团队，在防火长城的技术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承担了多项重大工程项目，年收入合同额曾超过3500万元。到了2018年，方斌兴亲自在海南成立了机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根据泄露的资料，机智的员工名单几乎可以和 MESA 的开发者一一对上，学术界与商业界高度融合，几乎像是中共防火墙的官方技术外包厂商。这家公司表面上是网络安全科技企业，但其实干的是高阶监控与审查技术研发。根据泄露的文件，他们的主力产品是这样几项：第一个是可以拦截、检查、修改任何经过网络流量的天狗安全网关 TSG， 它不只是挡 VPN， 还能识别谁在翻墙、流量从哪来、用的是哪只手机、哪个 App。第二个是储存和分析通讯数据的 TSG Galaxy， 像是 TLS 加密连线、电话通话记录、DNS 查询等等。第三个就是可以让非技术人员用图表看谁在翻墙，在哪里翻，哪一栋楼，哪个手机信号塔底下的 Cyber Narrator， 非常直观，几乎可以实时定位。第四个就是 Network Zodiac 的内部管理工具，几乎像是一个中央指挥系统，可以远端登录到所有监控设备，甚至是 SSH， 进去修一下设备。你没有听错，这些技术不只用在中国，还外销到至少5个国家，而且部署流程几乎都是由机智公司主导，亲自派人过去装机、培训、配置系统，还要求当地的网络业者完全配合。输出国家有哪些？哪个国家秘而不宣？中共防火墙技术的输出，已知最早的客户之一是哈萨克斯坦，从2019年起开始部署天狗系统，能全面监控网络。2021年，中方与埃塞俄比亚当地电信商 Safaricom 合作装设系统，与2023年社群封锁事件有高度时间重叠。此外，缅甸、巴基斯坦在泄露的文件中也显示出系统部署的具体时间点和技术细节，而那个代号 A24 的国家的真正名字被隐去，仅以代号出现，显示这笔合作极为敏感，可能是中共特别保密的外交情报合作国。这些技术不是像手机 App 一样下载就能够用的，它需要中方工程师亲自到场安装，并与当地政府和 ISP 合作，进入数据中心，装设硬件，配置镜像或在线监控。大量的流量资料会被及时截取、储存和分析，这意味着只要这个系统一启动，整个国家的数位通信都会被中共建构的系统掌握分析。这次中共防火墙文件大规模外泄，不仅揭示了中国防火长城工程的内部运作机制，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他们如何通过中共“一带一路”等架构，将这些监控审查技术出口、扩散、复制到其他国家，为多国政府提供了网络监控和审查能力。下面我们要带你看看
这些技术到底怎么被用在世界各地？哪些政府又在背后默默引进中共的监控系统？而它们真的有效吗？答案令人不寒而栗。我们先从最全面部署的国家说起，首先是缅甸。根据泄露的资料，机智公司不只进入了缅甸的4大电信商，连那些你可能没听过的小服务商，如 Frontier、Golden TMH、Telecom 也全部中招。硬件设备直接放在他们的数据中心里，进行全面流量监控。更夸张的是， Frontier 过去公开否认参与任何监控，结果泄露文件里直接列出了设备编号和安装时间，一枪打中要害。缅甸的预封锁 VPN 清单比其他客户国家更长，多达55款应用程式被列入黑名单，包含 Signal、WhatsApp 这些大家熟知的加密通讯软件。机智甚至开发了一款名为 Siphon3 的工具，专门对付翻墙工具 Siphon， 从技术到实战一条龙服务。在巴基斯坦，机智公司的角色更具争议。他们接手了被美国制裁的加拿大公司 Sandvine 的设备，并推出升级版监控系统 WMS 2.0。这套系统不仅部署在国家级入口节点，泄露资料中提到一项非常敏感的技术，能将网络行为追踪到特定的 SIM 卡。你可能觉得这很稀松平常，但是在巴基斯坦，每一张 SIM 卡都与个人身份和生物识别资料绑定，这代表政府能够知道谁上了什么网站、何时何地。来到非洲大陆，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2023年2月，当地爆发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社交平台如 YouTube、X 等相继被封锁。你知道谁在背后执行操作吗？根据机智的内部工单，他们的技术团队被召唤进入紧急状态，处理埃塞俄比亚这些平台的连线问题。更惊人的是，资料中清楚显示，机智的监控设备在此期间从镜像模式切换成在线模式，这就是说，它开始主动拦截和封锁流量，并可能参与了政府的断网行动。哈萨克斯坦是机智的第一批客户之一，从2019年起就部署了天狗安全网关。他们最喜欢的功能之一是 TLS 中间人攻击，意思就是在你以为的安全加密连线中，像是 HTTPS 网站，政府可以悄悄地插进来，看到你所有传送的内容，你还完全不会察觉。文件甚至曝光了一张2020年的截图，显示机智的设备已经遍布哈萨克斯坦国家中心和其他17个城市的数据中心，连城市名字和 IP 范围都列得清清楚楚。这次泄露文件还揭示了机智公司的反翻墙技术。值得关注的是，泄露文件揭示了机智公司对翻墙技术进行深度研究的详细情况。机智不止封锁 VPN， 还用 AI 反向研究 VPN 行为。他们买了成千上万个 VPI 账号，建立了一个模拟用户的装置群，用于分析每个 VPN 软件的特征指纹。机智还建立了名为 AppSketch 的数据库，包含超过4081个 VPN 工具的特征数据。更令人震惊的是，机智公司系统能够通过观察既往已知 VPN 用户行为，一旦将特定个人识别为已知 VPN 用户，系统就可以跟踪他们的互联网使用，并将任何未来未知高带宽流量归类为可疑，从而识别并封锁先前尚未识别的服务。说回中国本土，这批文件也揭示了机智公司在新疆推动的区域级防火墙，被称为街24专案。泄露材料包含2024年6月22号中国科学院新疆分中心的一次讲话记录。该讲话指出，机智项目旨在将区域中心打造成反恐的先锋力量，尤其是在翻墙压制方面。讲话提到，国家防火墙正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演进，而新疆区域中心旨在成为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省级防火墙建设样板。新疆部署的需求体现出强烈且侵入性的监控要求。机智希望对用户互联网行为、生活方式模式和关系进行归纳和分析，还要加入根据目标交流对象建构关系图谱的能力，并按照用户所用的应用程序或访问网站对人群进行分组。可以看到，他们想打造的不只是网络过滤，还包括分析用户生活习惯和交友关系图谱，通过手机信号基地台、
进行位置追踪和人群聚集警示，设定地理围栏，一旦特定人进入某区域，就自动报警，查询过去位置记录，画出完整移动轨迹。这已经不是传统的防火墙，而是一整套数位监控武器。泄露的文件显示，机智公司2022年在福建开展了类似的省级防火墙试点项目，被称为福建项目。而在江苏，机智和江苏省公安厅合作，以打击网络诈骗为名目，公安部门更倾向让机智将其工具部署在现有基础设施上。这个项目去年3月转入生产模式。机智公司系统还能及时修改网页内容，将恶意代码插入 HTML、APK 甚至 Windows EXE 等安装档案中。更离谱的是，还建了个叫 DLL 主动防御的平台，利用普通用户的电脑组成僵尸网络，对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网站发动攻击，用户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利用。最后，这场风暴甚至波及到了尼泊尔。9月4号，尼泊尔政府突袭式封锁了26个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和 X， 理由是打击假账号。但人民不买单，抗议越演越烈。到了9月9号，尼泊尔总理和多名部长集体请辞，一个共产政权在人民的反抗下轰然垮台。很多人怀疑，尼泊尔是不是也在引进中共机智的监控技术？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证据，但种种迹象令人警惕。这次的中共防火墙相关的600GB 文件泄密，让我们第一次完整看到，中共防火墙不是关起门来用的技术，它正在包装、商品化、出口，成为威权政府监控人民的工具。而机智公司正是这场全球数位渗透的执行者之一。正如美国国会议员约翰·莫勒纳尔所说的，我们必须拆除这堵数位柏林墙，让人们重新获得言论自由和真相。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